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7日晚间18点4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那道指呢在今天晚上22点30要开盘休息了3个交易日由于圣诞节的原因，那么今天呢，它的盘前合约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主联正在出现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目前已经涨幅达到0.7%，这意味着美股呢，道琼斯工业指数本身今天会有一个高开的过程。那么在高开之后，我们认为上方是有一个压力线的这条压力均线呢就是10日均线。同时呢，我们看到本轮日线级别上，道指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那这根阴线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叫八戒 K 线组，因为在出现八戒阴线之后，后面的 K 线呢是围绕八戒阴线做的震荡。那么本轮行情就有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对于道指来说，但是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出现了一定的涨幅，所以呢，今晚可能会出现高开低走的一个结构。那么如果走出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我们将在行情当中看到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我们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目标点位就是在32000点。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道指已经出现2个标志性的阴线组，分别是悟空阴线组和八戒阴线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走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从而让道指重新回到它的下跌通道当中。如果这个下跌趋势得以延续的话，可能会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呢可能会引发美股在23年初的行情当中一个快速下杀甚至是崩盘的一个动作，那势必会影响到比特币未来的一个价格走势。那比特币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当中也就是美股出现停牌的这3个交易日当中，始终处在横盘震荡高点上方是在17000美金，也就是我们一直提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当然了，这个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的在这2条均线压制下比特币始终龟缩不动。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底部位置出现了4次的位于16000点的等位置波谷。那么根据江恩的等位置波谷法则呢，容易在出现等位置波谷之后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容易出现一个新低。那么目前为止这个新低还没有走出来，但是非常有可能在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走出一个新低。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11月8日这根阴线呢是悟空阴线之后是八戒阴线，在八戒阴线之后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八戒阴线做的修复和回补动作，我们管它叫妖怪 K 线组。那么这组妖怪 K 线组呢，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那么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如果出现的话，16000美金势必要跌破，最终呢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同时呢，如果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的周线级别的下跌也将要展开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悟空阴线在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已经出现了，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干扰性 K 线这样呢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终呢到达我们周线级别的目标点位10500美金。那么在趋势是下跌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在各时间级别找到压力位，那压力位附近呢就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17000美金这个位置是可以布局第一个空单因为4小时级别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在这个位置上。那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存在一个波峰连线，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点呢，随着它不断下移，目前已经在17800点。17800美金。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方呢，144均线和169均线同时这2条均线呢，正在和这个19000美金之前，我们在这个位置上19000美金观察到4次等位置波谷这个位置相互粘合
也就是说，在日线级别上，比特币的上方呢存在多重大山这多重大山呢是四层，一个是结构性的压力位一个是白色的这个波谷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还有2条呢是均线144均线和169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多重压力制约了比特币的反弹形势那么当前呢，所有的震荡和反弹呢，都是围绕11月9日的这根阴线展开的。那么所有的反弹和震荡呢，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因此呢，如果出现一定的反弹，在反弹的压力位上，都是布局空单的一个合理的位置。然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这个交易对几乎没动我们看到一直粘合着这个日线级别的绿色的这个线，也是169均线在这里面反复缠绕，不断震荡因为上方还存在144均线这个黄色的144均线作为压力所以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最近几个交易日持续横盘震荡。那么回到以太坊本身。以太坊本身的结构呢，我们在前面分析了这个矩形结构突破了一个这个红色的弧形顶，突破之后呢，发生一定的反弹，分别突破了下跌趋势线和2条日线级别均线系统最终遇阻于4877波谷连线，形成了位于$1700上这个压力。在这个压力附近开始下行动作同时出现了一个悟空标志性的阴线和8节阴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都是围绕这个8节阴线做的震荡，同时我们注意到焦点位呢是一个黑洞在黑洞的吸引下，以太坊的价格曾经达到$1150附近但是我们认为跌破1100是新低不断出现的一个开始性的点位。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阴线之后有8节阴线组，那么沙僧阴线呢，我认为会起始于跌破$1100最后呢跌到再往下走就是唐僧阴线。同时周线级别上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阴线势力范围周线级别我们看到悟空阴线、8节阴线组、沙僧阴线那么沙僧阴线是我们震荡的一个位置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再往下走跌破1100就是唐僧阴线最终呢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形成之后，容易出现持续性的下跌这种下跌会走出一个平行于4到6月份的因为4到6月份这波下跌的过程还没有走出平行结构在行情当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种平行结构，没有走出这种平行结构，未来就有预期在跌破$1100之后走出这样的平行结构也就是说未来到2月份左右这个低点可能会出现然后今天比较亮点是 Luna C，Luna C 我在昨天前天都讲过了怎么抓住这种这叫绝地反弹或者叫浪子回头，我更喜欢把它叫做浪子回头因为 Luna 代币呢在之前行情当中已经彻底归零之后，它的老币呢叫 Luna C 它的新币又重新叫 Luna 代币。那么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 Luna C 的行情，因为这种归零之后的币种呢有很多机会让它出现一定的反弹。那么在前几天行情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是22号左右这一天行情当中，我在会员群朋友和我这个 YouTube 朋友分别说了这个位置是发生反弹的位置。那么15分钟级别开始出现反弹并且站稳之后呢，它的时间级别应该重新切换到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再次发生一定的反弹之后，我们认为它的阻力位呢是在137附近到达137附近突破之后呢，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那么今天早上我给大家伙给出一个信号，就是目前 Luna C 已经突破4小时级别了。突破4小时级别之后，你要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给出的目标位呢，就是在0.00020附近。所以呢，你在这个行情当中，除了观察各时间级别均线上的突破之外
啊，这个均线是怎么突破的呢？我常用的方法就是用50日均线、10日均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短周期的5日、10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意味着行情会有多头方面的动作。这种情况下呢，只做多不做空这个方式呢，就是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操纵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作为观察线。操纵线在观察线之上就是多头行情的一个标志性信号。有了这个标志性信号和止损位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逐层的像剥洋葱一样从15分钟级别调到小日线级别，这样呢，大时间周期上小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就会给出一个压力位。那这个压力位发生突破之后，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那同样的，我们的压力位再次升高再次升高之后，再调整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那么目前我们看行情当中的主要压力位呢，就是在0.002这个位置呢，也是多头的一个目标位。那随着价格的不断提升，你的仓位的获利呢，你也要同时调整你的止损位。止损位的方式呢，和止盈位的方式类似。那么现在涨到这里的话，你就把时间级别重新看到4小时级别，这样你的止损位就可以设置在0.00016附近这也是根据这个均线这4条均线的灵活运用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但是在实践当中非常有效往往能抓住这种大幅上涨有支撑有止损然后受主力关注的这些币种。那么在今天 Luna C 大涨之后，我们同时看到 FIL 代币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动作。我们知道 FIL 在上线币安之后它是大概是在$20上线的我们打到 FIL 对USDT 的币安平台的一个账户我们看到$20左右，开盘之后一路上涨到$244上涨到$244之后快速下行，一路下行至今低点是在$2.4，也就是它之前涨过10倍，又重新跌回来，跌了100倍。那这种币种呢，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是21年初的时候它落后于比特币。21年1到2月是比特币上涨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们观察到那个时候 FIL 曾经一路回落不断下跌，并且出现了一个黄金坑。当时有人问我这个黄金坑能不能进，我说绝对可以进，并且它的拉升动作会有一定持续性最终呢，它涨幅是超过10倍10倍涨幅过后呢，当前时间点 FIL 已经基本归零，它的残值呢仅剩高点位置的1%左右它的$2.4这个低点仅是高点位置的1%左右。那么目前这种状态下呢，它又进入到了和刚才我们提到的 Luna C 类似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的上涨呢，主要是它有一个空头代币，持有 FIL 就空头这个代币，所以呢出现了一个消息面的利好，出现了一个上涨。但我们观察它的上涨时间级别呢，不足够不足以是15分钟级别的。那么第一根阳线是15分钟的悟空阳线，然后是8戒阳线。那么在15分钟级别上可能就会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所以呢这种时候有可能是你做一下它的机会。那么怎样进场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15分钟级别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支撑的有一定支撑的。支撑在哪儿呢？在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筹码密集区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我们看到是$3.14，那么我们就可以在$3.14进场之后把这个止损设置在$3附近设置在$3附近。但这种币种呢，我们要记住的一点是在这个行情当中，它非常容易做出一波拉升之后一路就回踩下来，所以呢要把止损一定要设置好提防它就是一波的行情就结束了。
同时呢，我认为 FIL 代币走起来之后啊，它的同类型的同板块的币种，像 SNM 啊这种币种呢，也可能有一定机会啊，同属于这种存储板块的。但它的拉升 ，SNM 的拉升呢，就是 FIL 代币啊，有一定的持续性啊。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个位置底部是有一定放量了啊，并且呢出现了量价齐升的状态啊。那么在它调整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啊，去走出一波甚至是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欧。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上涨西欧，那它的目标位啊，我认为是3.7美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